从这段时间的日本行动来看，他们已经彻底放弃战略模糊策略，毫不掩饰对中国的敌意。日本在做多个危险动作后又来挑事儿，澳大利亚也过来搅浑水，逼中国开火。这段时间，日本首相菅义伟马不停蹄和中国周边多国领导人通话，而且每次都是老调重弹，指责中国单方面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以及对中国海警法表达强烈不满。在5月底，为了遏制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海域活动，日本多党派向国会提交法律修正案，法案中包括自卫队必须承担中国海警船的警戒监视和情报搜集活动，而且在特殊情况下使用武器开火，并设立法案警备准备行动，允许自卫队在海上保安厅出动时提前在周边待机。在做出一系列铺垫后，日本又开始搞事儿了。中国海警船亮剑，这次不仅是警告。综合媒体6月2号报道，日本渔船再次逼近敏感岛屿附近，中国海警2502舰立即驱逐。随后，日本海保 PS31巡逻艇在双方之间驶过，试图干扰并阻止中国海警船行动。日本做出如此危险动作，是想逼我们开火吗？中国海警船冲向日舰进行驱赶，从画面可以看到，距离相当近，对峙相当激烈。最终，日本船还是退到了石垣岛。此外，日本共同社3号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发现该海域又有4艘中国海警船出现，这已经是日本连续111天在附近发现中国海警船，其中还有的搭载了机炮。日本警告你巡逻船不要靠近附近海域，中国通过的海警法授权中国海警船可以动用武力。日本一直认为这就是针对日本公务船，所以才会如此耿耿于怀。这本就是我们固有国土，日本却总是大加干涉。前段时间，日本还和法国、澳大利亚、美国在东海附近举行夺岛作战联合演习，想要改变现状的是日本，不是我们。这次对峙后，澳大利亚也要来搅浑水。据日本时事通信社报道，鉴于中国在东海、南海加强施压力度，日本和澳大利亚计划将举行外长和防长2+2会谈，会议目的就是牵制中国。日澳还将协商如何应对中国海警法，并且就双方军队之间的武器防护进行沟通。澳大利亚搅浑水，我们毫不意外，看来还是没打痛。而日本从经济、军事、科技等等方面感受到了压力，已经铁了心要和中国对着干。但有一句话说得好，不是你的永远不是你的，想要逼中国开火，或许也是很多国人想看到的。自疫情以来，美国就不断大放水、疯狂印钞，全世界薅羊毛。每一次金融危机，美国却屡次成功收割财富，把危机转嫁到全世界，但这次却失灵。最近，美国政府还计划近期放水近4万亿美元，同时，美联储也在过去几个月内投放了数以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正配合，一个通过发行美债来为巨量放水买单，一个则负责兜底疯狂印钞购买美债。而美国发大量美债、印钞、量化宽松的政策，同时也带来最为严重的副作用。美国通胀压力剧增，出现远超预期的物价飞涨。从历史来看，美国这次通胀更是早已爆表。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称，美国4月 PCE 物价指数同比升 3.6%， 超预期升 3.5%， 远超于美联储 2% 的目标预期，创1992年来最高纪录。然而，物价上涨，美国人的收入却在急剧下降，导致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虽然通胀严重，但美国可以通过购买外国商品和对外投资，将通胀压力分散到世界新兴国家中。这在短期内对新兴国家是积极的，因为美国会加大进口订单，中国等新兴国家能借此带来一波短期繁荣。同时，美元大放水也会让美元贬值，能让这些国家买到更便宜的美国货。但是美国不会任由美元贬值，到时候必定加息，推动美元，这时新兴国家就会货币通胀，这就是美国薅羊毛的原理。但在中国这儿行不通。首先，中国有最大的内需市场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无论美国加息，中国都能进退自如。其次，中国严格的外汇管制，人民币兑换美元受限，这样美元霸权根本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可以简单捋一下，美国印钱导致世界通胀，而中国取消汇率限制，汇率市场化，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在国际市场购买能力增强，出口商品会变贵，而买原材料便宜，出口商品变贵，而全球没有替代生产链，贵也得买，而便宜的原材料和卖得贵的商品间挣的钱足以抵御美元流入的通胀，不用跟着美国一起印钱，反弹就弹在这儿。
而且印度和越南严重疫情，导致工厂复工困难，几乎没有像中国这样快速复工。美国更找不到替代品。不仅是中国，近日俄罗斯财政部长更是宣布，国家财富基金美元资产将在1个月内将至零。同时，全球各国央行纷纷加快美债抛售的速度。前不久，美国2个经济政要接连给中国打电话，转身拜登就宣布将增加59家中企拉入黑名单，估计就是想要中国接盘，但没谈拢。近日，美国相关网站公布了美国最新预算的弹药采购清单，在该清单中，五角大楼计划削减美国空军采购轰炸伊斯兰国等武装组织所使用的杰达姆炸弹、地狱火导弹等，转而大批量采购适合太平洋作战的远程导弹。与此同时，美军还计划增加采购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增程导弹，该导弹可对太平洋地区广大地区进行防区外的精准打击。就如中美两国的关系，美军为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正在囤积与中国开战的新型弹药。近段时间，美国军舰军机频繁闯入中国地盘，甚至联合多个国家以及企图对中国进行围堵。虽然说在许多国内外政策上，拜登与特朗普意义不相同，但是拜登依然持续了美国的印太战略，不遗余力地对付中国。在此背景下，太平洋地区则成了美国遏制中国的主要战场。现在的美国已经完全不顾及外界的目光，用实际行动向外界证明了中国是美国目前最具有威胁的国家，日新月异，加速发展壮大，且早就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2大经济体的中国，成功替代了俄罗斯在美国心目中的地位。近期美国正从多个方面向俄罗斯释放缓和关系的信号。总的来说，就是因为美国深知同时跟中俄2个国家作对力不从心，所以权衡一下，俄罗斯暂时排到第2。美国想用拉拢俄罗斯的方式挑拨中俄关系，甚至有可能的话，拉着俄罗斯一起对付中国。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双方回不到了过去，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此次美国将战略重心从中东地区转移，进而推向亚太地区，大批导弹逼近中国，美国在公然地向中国下战书，国人也感到了放弃幻想的时候。现在的情况，哪怕中国再致力于和平崛起，友好的与美国解决两国间存在的矛盾也不可能，因此美国压根就没打算跟中国相向而行，这就注定了按照这样的事态发展下去，中美间未来会存在长时间的激烈较量，大幕即将拉开，中美两国同为具有核威慑力的国家，一旦爆发战争，后果不堪设想。此前西方的一个专家就表示，中美两国间的竞争正在向准热战局面的方向发展，有极大的可能会爆发热战。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在危言耸听，美国如此狂妄的叫嚣，甚至准备采购大量的弹药部署中国周边，那么我国也只剩下一条路可走，就是真到了那天迎面而上，美军敢冒头，解放军就敢打。从2020年开始，美军对中国周边的军事挑衅力度突然大幅增加，而事实也证明，美军的这种挑衅力度只会越来越大。对于美军这样的举动，相关军事专家表示，这说明美军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军事实力。在这种担忧的促使下，美国正在为一场可能的战争做准备。美军最新举动更是为这一猜测加了实锤。据美国军事网站最新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为与中国开战，而大量囤积可用于太平洋作战的远程导弹。尽管这一数量未知，但是从美军削减的短程导弹数量来看，这一增加的远程导弹数量也不容小觑。然而，更为危险的是，几乎在美国爆出为作战囤积导弹的同一时间，澳大利亚也罕见爆出2大备战举动。一是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宣布，已经于近日向澳大利亚交付25辆战斗侦察车辆。据德国方面的声明称，这一战斗侦察车辆采用的最新战斗侦察配置。从这样的描述中，我们也看出了这一武器的不同寻常之处。第二个备战举动是澳大利亚获准购买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数量高达29架。另外，该项交易还包括出售85枚地狱火导弹以及2000枚先进的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制导部分。可以预见的是，在获得美国这批先进武器以后，澳大利亚的打击能力将会得到极大的提升，而澳大利亚方面对于这一批武器的性能也相当有信心，称这将会改变印太地区的军事平衡。在中美中澳关系紧张的当下，我们不难对美澳这样的举动有所怀疑。更为危险的是，不同于美国的其他盟友，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命运几乎是连在一起的。了解澳大利亚历史的人就会清楚，这个国家从近代开始就一直生活在别国军事力量的保护以下，从前是英国，如今是美国。从这个角度来说，
澳大利亚或许比美国自己更想要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那么，基于美澳间如此不同寻常的盟友关系，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美澳是真的在为战争做准备，甚至不排除已经确定好军事冒险时间的可能性。而他们选择的冒险对象也昭然若揭。那么，在面对美澳如此清晰的敌意时，留给中国的似乎只剩下最后一条出路，那就是主动出击。对于美澳这样的敌对行为，中国已经不能再对其抱有幻想，而主动出击就是当下应对霸权威胁、战争风险的最好选择。